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，仪态想问大家一句：李宇春、张靓颖、周笔畅这三个人，你觉得谁的歌比较出圈呢？还记得在半个月前，张靓颖和李宇春同时登上了热搜的事儿吗？因为他们一个是中国好声音的导师，一个是中国新说唱的导师，引起了相当大的热度。15年前的超级女声也因此再被提及。那一年，李宇春拿下冠军，周笔畅拿下亚军，张靓颖获得季军，三个人同时出道。居然现在季军和冠军都已出现，那作为亚军的周笔畅去哪儿了呢？仪态依稀记得10几岁的时候，那首周笔畅的《笔记》真的是列表循环，当时这首歌还被列入了一些教材当中。但就在大家都对周笔畅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时，一场意外事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。他选择单方面终止了与天娱的合同，终止协议的原因也很简单，经纪公司希望他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和利益。然而周笔畅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学习的人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分歧。最终他选择了自己坚持的道路，成功终止了与经纪公司的合同，随之而来的是250万的解约，期间还差点患上抑郁症，某台近1年的封杀。天娱当年这么对一个才20出头的小姑娘也太不厚道了吧。在最火的时候解约了天娱，跑去自己做音乐，而且和同届都是偏流行的其他人来说，算是越做越小众。2008年中旬，因合约到期没有续约，遭乐龄文化雪藏半年。就这样一晃过去了15年，周笔畅才终于等到了对他事业稍微有点作用的太阳川河。据太阳川河公司的介绍，周笔畅在过去的15年间曾先后拿下了266个奖杯，如最佳女歌手、最受欢迎女歌手、音乐风云榜、音乐先锋榜、最佳专辑等等等等。这等于在1年的时间里需要拿下20个奖杯，这样的成绩估计只有周董才能完成吧。当然了，这其中不乏一些负面的声音，这年头拿个奖算什么，只要资本到位，各种水奖说得就得，歌都没怎么听见被放过，大街小巷也并没有什么人唱，周笔畅这奖得的是不是撞大运了？就连周笔畅自己都嘲笑自己说，我真的过气了。但仪态想说，他得过的奖可不只有 MTV 风云榜、东方风云榜这样极具国民人气和认可度的奖项，得奖的小手甚至已经升到了香港 TVB8 的10大金曲，以及欧美榜单欧洲音乐大奖全球最佳艺人。超女10年之时还获得了美国儿童选择奖颁发的最受欢迎华语艺人，这样的战绩，就问你厉害吗？其实如果你真正的走进周笔畅和他的作品，会发现这些奖项对于我们大众看上去似乎是不太明白的原因，但是音乐圈的评审标准和普通大众是不太一样的，传唱度并不一定代表音乐不可以。犹记得2005年周笔畅参加超级女声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俨然一副高中女学霸的模样，唱着当时的一些大热歌曲，比如唯一、哭了、解脱，并且凭借着过硬的唱功，最后一举夺得超女总决赛的亚军，从此进入歌坛。赛后他的一首笔记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但是这样的周笔畅在赛后似乎走入了窘境。长相上，尽管周笔畅赶上了中性风流行的大好时代，但是论比酷，横亘在他面前的总会有李宇春这座大山。唱功上，他尽管拥有十分过硬的实力，但并不像张靓颖有海豚音这样大杀四方的杀手锏。于是在2005超女落幕后，作为名噪一时的亚军，周笔畅在歌坛上却慢慢查无此人。其实不仅仅是周笔畅面临过这种窘境，类似的还有2006年超女冠军尚雯婕。当年尚雯婕的夺冠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意外，客观来讲，尚雯婕长相不算漂亮，非音乐专业出身，而她拿到冠军，让当年的亚军谭维维耿耿于怀多年，甚至在歌曲《谭某某》里直抒胸臆，他样样都如我。尚雯婕赛后也不出意外的陷入了沉寂，在情歌的道路越走越无路时，她开始玩起了时尚和电子乐，并在之后打出高级感的名片，重归大众视线。
如今呢，她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电音女王。周笔畅在沉寂的时日里，也一直在时尚和小众音乐领域探索自己的出路。或许是明白了流行的风格已经让自己走入了死胡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周笔畅的形象开始大变。她摘掉了黑框眼镜，蓄起了长发，脱掉了以前的格子衬衫，开始研究起精致的妆容。在这一系列改变后，周笔畅开始了她的 2.0 时代。2014年，周笔畅回到湖南卫视，踏上了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。走上舞台，映入眼帘的周笔畅似乎完全变了个人。这年的歌手之旅可以说是周笔畅的一次音乐探索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看到了逆袭之后的周笔畅的全新面貌，以及她过人的专业素养和能力。她也因此圈了一大批粉丝。与此同时呢，她的音乐风格也开始慢慢成熟，先后参加了《幻乐之城》和《我是唱作人》。慵懒、飘渺、神秘的曲风不仅获得了王菲、常石磊等一众音乐人的认可，而且引起了一大批乐迷的刮目相看。后来在吐槽大会上，他故作咬牙状说：“只能怪他火得太晚了。”所以说，不是比比不努力，而是杨幂不争气，引发台下一顿爆笑。正是因为这种亲和，使得周笔畅在默默斩获各项成就的同时，一直保持着极低的脱粉率。多年的不断积累如细水长流，于是周笔畅在不声不响中变成了坐拥3000万粉丝的流量明星，也变成了受到尊敬的小众艺术家。周笔畅给我的感觉很微妙，不算不红，但也没有特别红。你说他过气，他也不过气；你说他曝光率不高，但他一直在唱歌，一直在开演唱会，好像周笔畅的全部的活动都跟唱歌相关。他也应该是当年选秀出来的那些人里面为数不多的一直在做专辑、唱歌、开演唱会的人了。现在这个圈子能认认真真唱歌的人真的不多了，多数都是唱着唱着歌就去做做综艺、演演戏什么的。像周笔畅这样心无旁骛一直做音乐的人的歌手真的很少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先不说266个奖杯，娱乐圈里的奖项也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，毕竟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每一个奖杯肯定要有人拿。一些大牌的歌手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拉倒。相反呢，一些小众的歌手却喜欢上了这样的奖项，希望获得认可，因此才撞破了头，费尽心思的去努力。在别人忙着喊话内涵的时候，他在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涵；在别人贩卖努力人设却一次次翻车的时候，足够努力的周笔畅却从不言与音乐无关的其他。或许无论是音乐界还是演艺界，多一些周笔畅这样看似冷感，实则特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，才真正能迎来属于专业2字的春天。仪态曾经看到这样的一条评论：05年超女3强，李宇春是全能偶像，张靓颖是实力歌者，而周笔畅是低调纯粹的唱作人。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准确，但我想除了笔记和最美的期待以外，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他其他的歌曲，比如福尔摩斯那个，说不定你也能发现不一样的美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